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6月12号，大家还记得吗？一架印度航空的波音787大飞机嗖的一下起飞了。这个飞机上坐了241个人，这刚起飞没多久啊，就跟这个断了线的风筝似的，突然就没劲儿了，歪歪斜斜的往下栽。它下面呢可是一所医学院的宿舍楼啊，这轰的一声巨响，飞机上241条人命，加上宿舍楼里没来得及跑的38个年轻人。就这么一下子，永远的留在了6月12号那天。这事一出啊，全世界都炸锅了。这可是最近10年全球死人最多、最惨的一场空难呀！这10年了，这个飞机都这么先进了，咋还能出这种事呢？这一下子各种猜测都冒出来了。有的人说是这个天气不好，有的人说是恐怖袭击，还有人说是飞机太老了。大家伙就等着这个官方给个准信儿。这不1个月过去了啊，到了这个7月12号，印度航空事故调查局啊，终于给了个初步的调查报告。我跟你说啊，这个报告那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它没解决咱们的疑问，反而弄出了更大的谜团，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谜团。今天啊，咱们就来好好唠唠这个事儿，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报告里也是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飞机离地面几秒钟之后啊，2台发动机的燃油开关被人用手给关了。我的天呐，各位，这是什么概念啊？发动机啊是飞机的心脏，那燃油呢就是飞机的血液。你把这个燃油开关给关了，这就相当于亲手把飞机的心脏血管给掐断了呀。那这飞机还能飞吗？它除了往下掉，它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呀。这报告里还有一个铁证啊，说这个监控画面显示，飞机在出事的一瞬间，机翼下面一个叫冲压空气涡轮的东西啊，行话叫 RAT， 立马就弹出来了。这玩意儿是干嘛的？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好比你家里面突然间停电了，是不是有些应急灯会自动亮起来？那这个 RAT 啊，就是飞机的超级应急灯。只有在2台发动机全歇菜，飞机彻底没电的情况下，它才会被逼无奈的弹出来，靠这个飞机下坠时迎面吹来的风啊，像个小风车一样的转，给这个驾驶舱里面最关键的几个仪表提供一丁点救命的电。所以啊，这个小风车一出来啊，就等于在跟全世界宣布，我完了，我的2个发动机都死了。这就对上了，燃油被关了，发动机熄火了，小风车弹出来了，飞机掉下去了。这逻辑是通的，但是问题是谁干的？为什么？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这个报告里公布的一段驾驶舱录音，只有短几句啊，但是信息量巨大。一个声音带着震惊和愤怒，大声质问：你为什么切断燃油？另外一个声音听起来是同样的惊慌失措，飞快的反驳：我没有这么干啊！朋友们，你们品，你们细品，这短的2句话，像不像一部悬疑电影的开场？驾驶舱里飞机正在往下掉，2个本该是世界上最互相信任的伙伴，却在互相质问。一个呢是指责对方，一个拼命否认。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他们俩都懵了呀。他们知道这个燃油被关了，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这事儿到这儿是越来越诡异了。这个调查报告还说了啊，那2个燃油开关是从运行的位置被人拨到了切断的位置。那2个开关一前一后，中间只隔了1秒钟，啪嗒啪嗒1秒钟，279条人命就走向了终点。但是更诡异的还在后头。这个调查人员在坠机现场的残骸里找到那2个燃油开关的时候，你猜怎么着？他们俩竟然又回到了运行的位置上。这叫什么？这叫恢复原状啊！咱们根据这些线索来当一回福尔摩斯，推演一下这个驾驶舱里最后那几十秒可能发生了什么。这个飞机刚起飞，高度还很低，突然这个机长或者副驾驶猛地发现发动机的警告灯狂闪，这飞机没劲儿了。他低头一看，我的妈呀，燃油开关被关了。他下意识的就冲着旁边的兄弟吼：你疯了，你为什么关燃油？旁边的哥们儿也是傻呀，不是我呀，我没碰啊。就在这个互相质问的1-2秒里这个飞机已经开始失速下坠了。他们俩终于反应过来，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救命要紧啊！于是在这个生命的最后10秒钟他们是拼了老命想把这个开关给推回去，重启发动机。
但是啊，这一切都晚了呀，朋友们。这个飞机在天上飞，它不是开汽车呀，汽车熄火了，那你停在路边重新打着就行。飞机的发动机熄火了再重启啊，那是需要时间和高度的。当时他们的高度啊只有几百米，根本就不够。就像一个人啊从3楼往下跳，哎，你在他落地的前1秒递给他一把伞，那还有用吗？没用了呀。听起来这个故事的矛头啊，直指向那2个印度飞行员误操作，是你们俩不知道怎么回事手滑了，犯了天大的错误，害死了所有人。但是这里面的疑点多到能把人淹死，这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疑点。这2个飞行员啊，他也不是菜鸟啊。这个机长叫苏米特·萨巴瓦尔，56岁，一个经验丰富到可以当师傅的老教员。那飞了多少个小时？15000多个小时。1500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他这辈子啊有1半多的时间啊，他屁股都是长在飞行驾驶座上的。那副驾驶呢叫克莱夫·孔德，32岁，正是当打之年，也飞了3400个小时。那这么一个老法师带着一个熟练工的黄金组合，哎，你说他们会犯这种把这个发动机当电灯开关一样随手关掉的低级错误吗？这错误别说他们了，就是一个刚从航校毕业的新手，哎，你让他故意去关，他都得犹豫半天啊，这可能吗？这就引出了第2个巨大的疑点，飞机本身的设计。你以为这个飞机的燃油开关啊，就跟咱们家墙上那个电灯开关一样，你啪的一下就关了？那个设计师也太傻了，早就被全世界的飞行员给骂死了。为了防止你手滑或者是这个胳膊肘啊不小心碰一下就酿成大祸，飞机上每一个关键的开关啊，尤其是这个燃油开关，它都设计了一个锁止装置。哎，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就像是那种给小孩吃的那种药，那个瓶盖你直接拧它是拧不开的。哎，它有一种设计是你得往下面按了之后你才能拧得动，对吧？这就是防止这个小孩误食啊。这个飞机的燃油开关它也是这个道理。哎，你要关它，你不能直接拨，你得先用手指把它往外拉一下，解开那个锁，然后再拨到那个关闭的位置。这是一个2步操作，需要你清醒的、刻意的去完成。一位叫肖恩·普鲁克尼基的航空专家就直接说了，你不可能碰一下就关掉它，这是防误触设计。另一位前事故调查员叫杰夫·古泽蒂，他的猜测更让人觉得凉飕飕的。他说不能排除有人故意移动开关。各位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事儿绝对不是手滑2个字能解释的？那好，到现在这个案情它就进入了第2个阶段。如果不是手滑，那就有2种可能了。这第一种就是有人故意关的，那就是说这个驾驶舱里有一个人他想自杀，还想拉着一飞机的人陪葬啊。他趁着一个人不注意，迅速的刻意的完成了拨拉2个步骤操作，关掉了发动机。然后呢，在另一个人质问他的时候，他假装无辜的说不是我干的，甚至有可能他在最后时刻良心发现，或者是出于别的目的又把这个开关给推了回去。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开关的防手滑设计它自己出了问题？哎，你别说，这还真不是瞎猜。早在这个2018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 FAA， 就发出过一个警告，说这个波音737飞机的燃油开关锁止装置就是那个防手滑的零件有可能意外的自己脱开。本来是需要拉拨2步的，它一出问题它就变成啪的一下就能拨动，安全门自己就失效了。而出事的这架波音787它的开关设计跟737是差不多的。但更要命的是当年那个 FAA 的那个公告它不是强制性的，它只是建议航空公司去检查一下，但是你查不查呢？随你。而印度航空从来就没有检查过他们的飞机有没有这个隐患。所以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有第3种推论了？也就是说飞机起飞后由于某种原因，那个防手滑的锁止装置自己坏了，然后一名飞行员可能真的不小心碰了一下，他以为碰了一下没事，结果啪嗒一下这个发动机就关了，他自己也吓傻了。所以当另一个人问他时，他才会下意识的说我没干呀。因为在他认知里不使劲拉一下是关不掉的。那如果真是这样子，那这口锅那可就得结结实实的扣在波音公司的头上了。这一说到波音印度网友那可就是来劲儿呀。这调查报告一出来印度网上就炸了呀，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是自己国家
英雄般的飞行员手滑了。有个印度网友就说啊，这明显是一场抹黑运动，有经验的飞行员啊不可能乱关开关，就算他们最后关了又开啊，那是在最绝望的时刻想尽一切办法救飞机。还有人直接嘲讽对准了美国，这美国的飞机啊自己一年掉下来那么多次，怎么没见着美国人去抹黑他们自己的飞行员？这不就是为了保护波音公司吗？保护他们美国自己的产业吗？哎，你别说啊，这个印度人这么想，他也不是完全没道理。这些年吧，这个波音公司的黑历史啊，那真是一箩筐啊都装不下。咱们就简单说说这几年啊跟波音有关的大空难。这2018年10月，印尼狮航波音737 MAX 掉到海里了，189个人没了。才过了5个月，2019年3月，埃塞俄比亚航空又是波音737 MAX 掉地上了，157个人没了。2022年3月，咱们中国的东方航空波音737-800，在这个广西132个人没了。还有一次，也就是去年12月，韩国济州航空也是波音的飞机死了179个人。这一桩桩一件件啊，都在告诉我们，这波音飞机啊，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安全了。所以啊，印度人这次啊，把这个矛头对准波音，高喊啊，这是你们飞机有问题，别想赖我们飞行员。那看起来是理直气壮，占尽了道德高地。但是朋友们，凡事就怕一个但少，这个事儿最精彩、最富有戏剧性的地方就在这儿了。这印度人啊，想把这口锅甩给波音，让波音自己背着，可是没那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波音啊，跟印度之间那关系可不是一般的铁呀。这里面有个关键人物，波音公司的前任 CEO 叫丹尼斯·米伦伯格。这老兄啊，虽然不是印度人，但是他在当老大那几年啊，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把这个波音大量的业务，尤其是这个软件开发、飞控系统啊这些核心技术的一部分，外包给了印度的供应商。同时呢，他还在这个波音内部啊提拔了巨量的印度裔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咱们来看一组数据啊，这个数据啊就挺吓人的。2015年以前啊，整个波音公司里印度裔的员工啊大概也就1000来人，不多。但是到了今年2024年，你猜这个数字变成了多少？快2万人。这个波音的工程师啊，总共才多少？33000人。也就是说啊，现在波音超过一半的工程师啊都是印度裔。我的天啊，这哪是美国公司啊，这简直就是波音印度分公司呀！那这个大背景让整件事就变得无比讽刺了。如果啊真的是这个波音飞机的制造出了缺陷，比如那个燃油开关的锁止装置啊就是个劣质产品，那么请问这个有缺陷的零件，这个有问题的设计，它大概率啊是谁造的？是谁设计的？那是谁负责质检的？在这个波音工程师一半都是印度裔的大背景下，你说这事儿跟印度自己真的没有一点关系吗？那这就尴尬了呀！这就像一个回旋镖，哎，你满心欢喜的以为把这个制造业外包出去可以降低成本，你以为大量引进所谓的便宜又好用的印度工程师是占了天大的便宜。结果呢，这个回旋镖啊飞出去转了一圈，最后啪的一下，以一种你万万没有想到的方式结结实实的砸回了你自己脸上。所以啊，咱们聊了这么半天，这起造成279人死亡的惨烈空难，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看到没有？一件事情越是深入的去挖，你越发现啊，它不是非黑即白的。它里面呢掺杂了技术问题、管理问题、国家之间的博弈、商业利益的算计，甚至还有民族自尊心在里头。这就像一出罗生门，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讲着对自己最有利的故事。飞行员的家人肯定会说，我的亲人是英雄，是波音害死他的。印度民众会说，这是美国的阴谋，想打压我们。波音公司啊，虽然没有公开说，但心里面肯定想，最好是你们飞行员操作失误，跟我没关系。而我们这些局外人啊，看着这一地鸡毛，只能发出一声叹息。叹息的是那279个逝去的无辜生命，他们成了这场复杂博弈里最可怜的牺牲品。那他们的生命可能就断送在了一个小小的有缺陷的开关上，断送在了某家公司为了省钱而做的外包决定上，断送在了某些质检人员的漫不经心上。所以啊，以后别再轻易相信什么手滑了、误操作这种简单的结论了。安全啊，才是所有一切的基石。对这个生命的敬畏啊，才是这个制造业的灵魂。那如果忘了这一点啊，那再大的公司啊，再先进的技术啊，也终将有被一个小小的回旋镖啊打翻在地的那一天。
那关于这起扑朔迷离的空难，这3、4种可能性，你觉得哪种最接近真相呢？或者是你还有什么更高明的见解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